前尘往事，饮尽孟婆汤，忘却前尘，踏过此桥，迎接新生。这什么鬼东西？这孟婆汤怎么这么难喝？我投诉！投诉电话44444444。别投诉我，我一定给您一个最满意的答案。这锅汤谁熬的？我熬的。妈，嫌难喝自己过来熬，爱喝不喝，不喝拉倒。你们死了能投胎，老娘死了还得继续给你们打工。我司徒瑜，一个24小时待命的苦逼助理，在连续熬夜72小时后，在无人在意的角落，卑微打工人就这么结束自己的一生。发誓，属于我的雨，下辈子要全部摸回来。正好熬汤局差人手，司徒瑜留用地府。不是，我都已经死了，为何还要继续工作啊？我不干。熬满7期49日，我便送你去投胎，优先选择。这破工作我不干了。我要见阎王，现在就要见。你还想？近日投诉量为何如此多？光转山桥就有10004封投诉信，全是投诉孟婆汤难喝，熬汤鬼态度恶劣。明儿一早，各处管事开会，迟到者去18层地狱轮值。数据如此难看，今日必须加班写出复盘论文。是，恶鬼地狱管事也要通知吗？通知。是。你还想不想投胎？你以为阎王是你想见就能见的？拿着，有了这无忧草，你熬的汤定没问题。投诉少了，我让你提前投胎如何？看看我为你选的这家，哟，南城首富之女。从出生就含着金汤匙，人生呀，生来就是躺平。哼，最多1天啊，明日我要休息的。好，好，好。这些领导一个都得罪不起，闹归闹，福利争取到的才是最重要的。转生桥投诉量同比激增300%，滞留30万，孟婆汤差评无数。司徒瑜这名字反复出现9000次，解释解释，这是什么情？都怪老身监管不力。司徒瑜作为熬汤局的新人，他前世怨念太深了。你也知道，熬汤者的怨念会影响汤的品质。是你监管不力，才是。大人，转世桥出事了，复合的鬼魂变成厉鬼，正在转世桥上闹事。爸，都随我来。明明放了无忧草，怎么没效果呀？好恨呐！为什么我这么努力理财，还会亏到跳楼？地府好久没有这么混了。
若是这点怨念都能变成厉鬼，18层地狱怎么去追击？司徒羽，滚出来！这鬼东西抬手就灭了厉鬼，傻子才出去呢。你在孟婆汤里下了什么东西，让鬼魂异变？不关我的事，我就放了点无忧草。等等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啊？王乃地狱阎王。阎王大人明鉴了，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！我就是个打工的，上司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，此国不卑啊！说，无忧草是孟婆给的，配方是熬汤局给的。如果有问题，也是地府管理问题。要下毒也是孟婆下毒，这太不透彻了。好吵！孟婆何在？刚才还在，眼下不见了。别动手！阎王大人，你看，出了事，人不在，一定有问题。难以下咽。你刚才不是说爱死不死？怎么又不想死了？鬼固有一死，但不能死得不明不白，拒绝当背锅侠。孟婆汤里下的是结怨草，能放大鬼魂内心的怨念，转化为厉鬼。看看，真是与我无关啊！捉拿孟婆！又怎么了？是四大恶鬼，居然从破了18层地狱的结界跑出来了！小心！哼！阎王大人莫追，这镇守千年的结界应该不会被突破。地狱境的内鬼，张子文，还望你做的够久。带上司徒羽去18层。是。是爱上我了。死无对证，难道我真的成为替死鬼了？孟婆的神魂被打散了，想必是四大恶鬼之首的崔玉干的。本王管辖期间，从未出现如此荒唐事，此事必须查得水落石出。江子文哄骗我当了数百年孟婆，说是终有一日定能再遇刘郎，实则将他关在这18层地狱里，害我们分隔数百年。刘郎，我这就来救你。你骗我！孟婆撕开恶鬼结界，罪无可恕。可引诱他破开结界之人会是何人？司徒羽，我哪知道，他死了，那承诺给我的南城首富之女江城湖毒女的坑位，谁给我兑现啊？司徒羽一介凡人，就将上半年的好评度拉到谷底，还间接导致四大恶鬼被放出来。若不及时寻回，我这连任1000届最佳管理者称号便会被打破。哎呀，太烦人！罢了，先解决此事吧。孟婆一职不可空悬，你们可有人愿意兼职？判官，
大人明鉴，我手里的案子都排到10年后了。孟婆是女的，我不行。司徒瑜作为熬汤局的新人，他前世怨念太深了。你也知道，熬汤者的怨念会影响汤的品质。孟婆一职必须是女子，又得怨气压得住众人。司徒瑜身份不明，不如在地府方便看管。首富独生女，大别墅，私人飞机，怎么做鬼了还会被上司画大饼啊？你要自己选继任者。既然孟婆都已经死了，就快让我去投胎吧。我操！这死勺子怎么碰瓷儿啊？甩不掉！今日起，司徒瑜代替孟婆一职。什么诡异法？谁要当孟婆了？我要投诉！我就是阎王，投诉无效，即刻上供。若再有投诉，我就扔你进18层地狱，挨个体会刑罚。老板就是没人性。行，不就是熬汤发汤吗？算了，当领导总比流水线女工强。站住！阎王大人还有什么吩咐啊？入职流程办一下。啊？奢侈、腐败，要是能在阎王殿躺平，好像也不错。签了他。地府聘用合同，我还以为强权职场都是阎王说了算。确实是我说了算，我可以随时更改条款。你主要看一下甲方权利和乙方义务。这都1520条了，你还要加什么霸王条款啊？看最后一条。等等，怎么还有一条啊？签订灵魂雇佣契约，甲方与乙方在合约结束前，距离不得超过500米。这是聘用合同还是卖身合同呀？还 GPS 监控？这条不是我加的。难道这是契约职业管理所搞的鬼？甲方已完成签约。不签行不行啊？我宁愿打黑工，直到新任孟婆就职。乙方已完成签约，灵魂契约签订完成，请双方遵守契约内容。这什么时候签下的啊？我不同意。这玩意儿怎么撕不烂啊？别挣扎了，灵魂契约一旦签订，除非另一方魂飞魄散，否则无法解除。我就不信不遵守合约会怎么样。别白费力气了，职业管理所为何会选择他这样一个废物来做代理孟婆？靠！真的不行，鬼圣无望，来了。动一下。剪掉不就好啦？不行，本王的头发1000年都没动，岂是你说剪就能剪？说完了。司徒瑜，本王的头发是用1000年何首乌滋润的。哼，你早日找到真正的孟婆人选，我早日滚蛋，省得咱们相看两厌。
等本王解决了投诉的事，抓到4鬼，就亲手把你扔进畜生道投胎。真的吗？那我帮你抓住4大恶鬼，就可以解开这个破契约了。去投胎？你不怕去畜生道？当畜生好啊，只要不当打工人，当猫当狗都行。要是能当熊猫就更好了。出息！阎王大人，头发又缠住了。解开！你若是再敢剪，哎呦，滚！去门口守着。那你最好离我近一点，我没力气再飞一次。大人，您的头发……转生办等候去。你还未忘记小白之死？都是属下的失误，才导致小白被那花心鬼所杀。小白，去前面报抄。别冲动，等大王来了咱们再动手。怕什么？一个不成器的小鬼。黑白不成，你们中计了。小白，你是一只凡人，更能为我增添力量。你休想得逞！小黑，快毁了我魂魄！往事不必再提，此事本王会彻查清楚。不只是挖心鬼，连同其他3只一并抓回地府。阎王卸任通知书，30日后将自文卸任阎王一职。新任阎王是30日后揭晓。去转生办，亲自审问枉死者。大人，孟婆魂飞魄散的消息走漏，现在转世桥一团乱麻。职场最怕领导突然出事，我这个代理孟婆呀，空降不知道要收拾多少烂摊子。不如摆烂，让大领导摆平了我再接手。别装睡了，想让我给你铺好路直接上任，就乖乖听话。您说了算。放我过去！不行，孟婆汤还没熬好，您不能进去。没有孟婆汤，咱们照样能投胎。就是，我们带着前世的记忆，就相当于带着金手指，放我过去。不行。为喝孟婆汤上转世桥者，打入炮烙炼狱。新任孟婆已上任。新任孟婆，若有1名逃汤者，你一起受罚。嗨，除了熬汤，孟婆要干什么呀？我一无所知啊。工作流程有没有？具体有没有 SOP？ 小姑娘今年多大呀？之前是做什么的呀？有没有工作经验？这汤能熬得明白吗？哎，我知道了，她就是那个熬汤熬的最难喝的熬汤小妹。不对，就算魂飞魄散，我也不喝你熬的汤。就是，阎王大人，说好的帮我铺路呢。本王亲自带你入职，还不算铺路。接下来转世桥再有一个差评，你就等着写复盘 PPT 吧。谁爱喝谁喝，
行，不就是好喝的孟婆汤，不就是零差评的 KPI 吗？不就是……我要改孟婆汤的配方。没问题。无忧草，管够吗？管够。昨天还跟我们一起熬汤，今天怎么就变成孟婆了？哎呀，反正就是靠关系，潜规则。整点蘑菇体系。那是迷幻菇，鬼魂吃了会出现幻觉。随他，孟婆汤本就没有固定配方，说不定他真能熬出点特别的。大人，他们3个都是被挖心而死。你们3个可还记得死前发生了什么？我是在夜班结束，回家路上感觉背后有双眼睛盯着我。我什么都没看到，就来到这儿了。一定是他。你们2个也没见到任何人。你们都在同一家医院工作。小黑，你去安心医院守着，他一定还会再作案。是，不许鲁莽。哇，真好喝呀！真好喝呀！哇，真好喝，真好喝呀！太好喝了！再来一碗，再来一碗！司徒鱼这么快就掌握到熬汤新方子，这汤喝完立刻心情舒畅了，全身烦恼立刻释然。你们本就是过了转世桥，忘却前程去投胎。孟婆汤当然是怎么好喝怎么来，何必没苦硬吃？你们3个找到心脏，再过转世桥。大家排好队，若是孟婆汤好喝，写个好评行不行？好评再赠1碗。好，好。大人，如何？今日一定零差评。他虽行事古怪，但做法确实没错。往日孟婆接赵章办事，如他这般达到孔府改方子的还是第一个。5日之内装满红球，本王可许你一件事。但若有一个黑球，嘘，我不想听丧气话。大胆！大人看上去这么清闲，分汤的活就交给您了。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切，本王是阎王，你还让我打杂？今日起，熬汤局采取轮番制，不用24小时守在汤锅前了。可是汤锅不能停。咱们可以预制。阎王大人，好评盒已经挤满了，您说话可还算数？自然。你想要什么？不许罢工，不许辞职，不许马上投胎。我要休假。你走，转生桥与熬汤局怎么办？现在就算没了我，也能正常运转。所以说啊，不会带下属的领导，只能干到死。行，许你3天假期。
可我与大人的距离限制不得超过100米。我若休假，你也得一起。你想去哪？睡觉。给我一间屋子。好大一张床啊！这不是你的，这是本王的卧室，你的不在这儿。那我睡哪？你让我睡狗窝？你竟然以绑定为借口让我睡狗窝，气死我了！你必须在本王身边100米内。阎王殿除了我什么也没有，只能委屈你睡院子里了。要是我当了阎王，那张大床我也睡得。算你啊，还是当我的闲置孟婆更好。江子文每天埋首处理文件，这阎王也不是好当的。上一秒还在嫌弃狗窝，下一秒就能鼾声如雷。司徒羽，你可真是人才。司徒羽，在你接任孟婆后，我就收到卸任书，或许你也是阎王的候选人之一。若我卸任，日后该何去何从？看来还得去找一趟娘娘。地府阎罗蒋子文，求见后土娘娘。阿文，数百年未见，今日来此，可是为卸任阎王一事？是，不知我该何去何从？你还在任期，但4大恶鬼还未追回，未来是提还是贬，还未有定数。看来4大恶鬼必须在卸任前宣布捉拿回地府。多谢娘娘提点，不打搅娘娘休息了。阿文，对自己别太苛刻。身为阎王，应当严于律己。怎会有女人打呼噜如此大声？若我去现世追捕4大恶鬼，受契约限制，他也必须得去。可他这样带去只会是个累赘。别动！松手！阿黄，再闹休怪我拔光你的狗毛。奇怪，好困。本王分明1000年都没有过困意。司徒羽，你身上到底有什么秘密？我怎么会和蒋子文睡在一起啊？一定是在做梦。奇怪，千百年来，大人从来没有缺席过早会。大人，阎王大人，司徒羽，怪他居然当上孟婆。我脏了！打工人怎么能跟老板睡在一个被窝里？你们继续，我会通知今天的早会取消。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请继续，继续。本王的声誉都被你毁了，你怎么补偿？分明是你先对我动手的，别讹账啊！
休假结束，即刻随我去现实捉拿挖心鬼。我拒绝。难道你想留在这儿被大家八卦呢？住在一起了。对呀。出差不应该先找个酒店休息整顿一下吗？哎，地府出差有补贴吗？出来！什么东西啊！不许出来！本君在此，也敢来扰？不得不说，他还是有两把刷子的，长得嘛……还要抱多久？刚刚那么吓人，他竟然都看不见。他是普通人类，自然看不见。奇怪，这么大的医院，晚上就一个医生值班。这里连续发生几起挖心命案，想必没人敢来了吧？他的脸竟与小白一模一样。工作哪有命重要啊？等等，挖心鬼如此厉害，我除了熬汤啥也不会，你带着我不是去送死吗？若有危险，包里装有能保命的法器，只能用一次。好吧，那您准备什么时候动手啊？这么危险的事，既然帮不上忙，不如躲起来，免得公平。等他来找我们。你们什么时候过来的？刚刚明明连个影子都没有啊！你能看见我啊？难道我不应该看见你？医生莫怪，我妹妹有心脏病，从小待在家里，脑子不好使。刚刚在家突发心悸，您快看看她。我施了法，现在能看到。你假装病人混进病房，我才有机会光明正大调查。我现在好疼，快呼吸不过来了，医生，快救救我！你们当老板的是不是都这么爱历史法不是？哎呀，快将病人扶过来！保护好自己。我该怎么做啊？你失职了。是。等属下抓到挖心鬼后，属下任由大人处置。白屋就是挖心鬼的下一个目标，你守在他身边，叫他如何现身？可是白屋跟小白长得一模一样，我不能看他死在挖心鬼手里啊！那你就能够置其他人性命于不顾。白屋是白屋，小白是小白，你怎可混为一谈？是属下的错，可是我找遍了整个医院，都没有找到挖心鬼的下落。这家安心医院就是100年前他犯下数十起命案的安宁医院，想找他没那么容易。这些心脏都不行，为安娜换心，一定要找到最漂亮、最活力的心脏。
我从未见过如此奇怪的心电图数值。你的脉搏怎么会微弱到触摸不到啊？因为我就是死人啊，当然没有脉搏。看来只能先给你办理住院，等第二天检查结果出来以后，再给你制定最新的治疗方案。那请医生帮我安排一个豪华单人间，这样比较有助于我的休养。舒适的工作环境还得靠自己争取。病人家属，跟我一起去病房。黑无常，记住我交给你的任务，不要让任何人或鬼离开这座医院。是。您妹妹的病确实罕见，你还是要好好照顾，等明天检查吧。多谢白医生。既然黑无常也在这儿，那我这种连挖心鬼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小废柴就不跟着您添乱了。不如您把我装在哪个法宝里，随身带着。想都别想，你可是这场抓鬼计划中的核心。啊？鬼的名字叫赵佑德，100年前是一名颇具盛名的外科手术医生。但因为一己私欲，杀害数人做换心手术实验。他生前是挖心狂魔，死后应该立刻被割手才对，怎么现在还能出来作恶？因为小黑的一念之差。因为小黑的一念之差。判我杀人，那为何不将我救过多少人也算在内？谁都别想拦我离开！别闹坏心！小黑，还有出去问问之前，快割手在我面前医院！不要伤害我！我不想死！不能杀他，我们会一起死的！不能动他！所有受害人的魂魄都在他的身体里，杀了他，死人的魂魄会消失。后来，小白在追捕他的过程中被刺伤灵体，灵魂消散。难怪地府只见黑无常，不见白无常。可白无常应该比我这个孟婆更重要吧？这么多年也没补个空缺。小黑为了保住小白的位置，包揽了黑白无常的所有工作。没想到小黑平时看上去冷冰冰的，其实这么讲义气。地府也不全是冰冷的打工人吗？当然。我和你说这么多做什么？每次在他身边，总会莫名其妙的放松，不知不觉竟说了这么多。既然挖心鬼一直在寻找心脏，为那个叫安娜的女子换心，那名女子你们可找到了？你说的对，我们从未想过从那名女子下手。果然，整个世界都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。那你原本打算如何抓捕他？赵佑德看中了白巫的心脏，准备以他诱之。找到了。我帮你。谢谢啊。干嘛突然凑近啊？害得我紧张一下。尽快找到线索。这么多资料，为什么没人录入数据库？当然是地府人手不足，历史资料归入库，不如辛苦你直接录入。
仅此一次啊。你们这资料也太复杂了，直接按照年龄、性别、地域搜索，就方便多了。你果然聪慧。搞什么？周扒皮就扮演好自己的角色，突然搞这么和善干嘛？熬汤局没有变成孤魂野鬼游荡人间，还在地府就好办。那是他。哎，你说孟婆和阎王那件事是真的吗？都有人亲眼看见孟婆和阎王大人睡在一块儿了，还能有假吗？啊，难怪前一天还跟我们一起熬汤，隔天就变成咱们顶头上司了。嘘，阎王大人，你解释解释啊！清者自清。你跟我走。孟婆大人，我错了，我不该在背后说你跟阎王大人睡了的。闭嘴！花心狂魔心心念念的安娜，竟然会是这个八卦男。你生前是不是叫安娜？是，我出生的时候便患有先天性心疾，为了好养活，便给我取了女孩名。不过你怎么知道？你跟赵有德是什么关系？我哥哥。你可知他为了你，身上背负着数十条性命？我不知。怎么会这样？哥哥怎么会犯下这等滔天大祸，害人性命？你可知自己的尸首在哪里？找到了。不好，安娜的尸体被找到了。总感觉背后有人在看我。难不成熬夜熬多了，我出幻觉了？我的尸体为何会出现在医院？还不是你那个挖心鬼哥哥，为了能给你换心复活，才把你藏在这儿。属下自知哥哥罪孽深重，愿意帮大人捉拿归案，只希望大人能够看在哥哥也是囿于同胞情义上，不要让他魂飞魄散。你身为灵体，不宜在现实久待。安娜的灵魂就交给你了。什么？又我？本王在这，你怕什么？大人，赵有德出现了。司徒羽，本王命你把白巫困在手术室。我怎么困住他？难道让他给我开胸啊？必要时也可以，毕竟你已经死了。等等等等，就算我真的能拖住他，就咱俩这距离限制，你也没办法单独行动。刚对你改款，又叫我送死，果然老板都该挂你的。司徒羽，这是你成为阎王的考验。将白巫的性命交给司徒羽手术，真的可以吗？白巫的命数就到今日，若能用它引赵有德入网，是他的功德。是。撤走医院的所有鬼差，我们请君入瓮。白医生，
我妹妹突然不行了，你快看看她。不能再等了，要立刻进行手术。白医生，我就这一个妹妹，你可一定要救救她呀！我一定会尽全力的。病人司徒瑜，心衰开胸手术。阎王，你个王八蛋，真送我上手术台啊！等等，明明给了足量的麻药，怎么还会醒了？妈呀！我醒鬼！别急，司徒瑜是否具备阎王候选人的资格，就看他能否独自面对赵佑德。现在为你重新注射麻醉剂。好可怕，好可怕！鬼杀鬼，不就魂飞魄散，啥也不是了吗？床上这人分明没有心跳，是地府派来抓我的人。没有反应。若有危险，包里装了能保命的法器，只能用一次。现在不要，老娘都没以后了。既然是阎王令，别断我到底在期待些什么？大人，他的灵力弱到连阎王令的1%的威力都没发挥出来。病人司徒瑜，你现在不能剧烈运动，快回床上躺好。白医生，你躲开，别妨碍我对线。没想到地府已经示威到让你这种小鬼来抓捕我，我杀了你，为换心一时助兴。没想到地府已经示威到让你这种小鬼来抓捕我，我杀了你，为换心一时助兴。助兴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不过就是一个地寇、变态杀人狂，小花有你这样的哥哥，真是羞死了！你怎么知道安娜是我弟弟？你就算换再多心，也救不回安娜，因为她的灵魂在我这儿。你要是敢动一步，就让她魂飞魄散。哥，不要再抵抗了！哦，你别冲动，只要你把它给我，我就放你离开。啊！得来全部费功夫，有了安娜的灵魂和心血心脏，她就能复活了。大人，他好像把我们的所有底牌都亮了出来，这真的不是对方派来的卧底。他真的不是对方派来的卧底。别急，事情还没发展到无法挽回的地步。我在白巫身上下了禁制，只要赵有德伤害他，就会被反噬。你以为我会相信一个杀人如麻的恶鬼会放我？一个个的都拿我当傻子，是不是？工作内容不说清楚，就让下属放手去做，那就别怪我剑走偏锋。可以了，司徒宇，你怨气太重了。阎王大人，若是有人拿你的命不当命，你能安然接受吗？阎王大人，若是有人拿你的命不当命，你能安然接受吗？我不会让他伤了你。是吗？等到最后一刻，大家都受伤，你才从天而降救我。你出现了，鬼啊！白巫生于2000年，因独自经营安心医院，
日夜不休，在手术台上猝死，享年26岁。这里不会是地府吧？记录一下。本君乃十殿阎王蒋子文，孟婆司徒羽，医生白巫。你们助我拿赵佑德有功，累计功德。什么累积功德？不过是看中白医生，找个理由收编罢了。不过是看中白医生，找个理由收编罢了。若你转世，可留在富贵人家安稳度日，但也有别的选择。什么选择？白无常一直空悬许久，你若愿意，可留在地府与小黑搭档，为鬼魂引路。犹豫什么？当然是去投胎呀！我愿留在地府任职，能入地府编制是我之幸。我愿当白无常，为鬼魂引路。我想离开地府，离不开。你有机会却要留在这儿，白医生，你不会是山东人吧？孟婆果然厉害，我祖籍山东菏泽。穿了200年，脱下还挺舍不得的。这么难看的制服，有什么好想念的？那我为你特制的孟婆汤，姓敖的。多谢领导。我哥他犯下的错事皆因执念太深，你不必太过自责。饮尽这碗孟婆汤，前尘往事如烟散，好日子都在后头呢。司徒羽，你还挺有趣的。我能再问你一个问题吗？你说。你和阎王大人潜规则的事儿是真的吗？假的，谣言。就这么讨厌，和我扯上关系？谁爱跟上司谈恋爱谁谈，我司徒羽绝无可能。很好，那跟我去抓下一个恶鬼。真的不能再休息一天吗？我没有时间了。一拜天地！搞什么东西啊？什么破工作还要拜堂？夫妻对拜。身体怎么不受控制啊？娘子，该入洞房了。这又是演哪一出啊？你不会真要跟我洞房吧？快解开禁制！我解不开。你是阎王，解不开这小小的禁制，你抓什么厉鬼啊？不在现实，而是在冯媛媛设下的幻境中。
新郎官长得挺俊俏。冯媛媛被拐到冯家村，与村长儿子冥婚，活埋后怨气不散，成为恶鬼，诛杀整个冯家村。不过这新娘子像个没长开的小鬼，两个人一点也不搭。爱情就是要经历一些磨难，才能修成正果。禁止解除，测试开始了。测试？阎王大人，咱们能不能坦诚一点？你手腕上的红线就是我们的测试，我们必须制造一场让他满意的爱情故事。红线？这冯媛媛以为自己是月老吗？与本王谈恋爱是你的福气，你该高兴了。哼，这绝对是我死后最倒霉的事儿，没有之一。可是想破此局，必须真结婚，完成真正的夫妻之礼。哇塞，他们俩这是真的吗？完成真正的夫妻之礼。你再说一遍。否则明日此时我们会重新拜堂，无限循环夫妻之礼。你也不想和我再拜一次堂吧？行，反正吃亏的也不是我。其实还有第二个办法。晚了，既然您这么喜欢演，下属也豁出去了。你就没见过哪个下属这样以下犯上？欺辱阎王，可是要被打入寒冰地狱的。你想清楚。那还请阎王大人直说，第二个办法是什么？冯媛媛的旨意是美好的爱情，圆满她若幸福，那你压着我干嘛？夫人，春宵一刻值千金，因为她在镜子里看得见你，还要你配合我演戏。刚刚不是演得挺好？快，阎王印！阎王，我又被骗了！爱情故事里面的原来都是假的，你们都是恶魔！你怎么不自己用阎王印啊？他那么弱，若我使用阎王印，定会灰飞烟灭。他这么菜，还能变成恶鬼，关在18层地狱？不要小瞧女人的怨气，尤其是冯媛媛这种被配作冥婚的少女。又骗我！骗我的人，都去死吧！骗我！又骗我！骗我的人，都去死吧！也许这是世人的好机会。冯媛媛，你在地府化解怨气，本可投胎，为何要跟着他们出逃？地府里面太无趣了，我想看爱情画本。你将看到冯媛媛的过往，承受她的怨气，切不可迷失在她的环境中。冯媛媛，给我滚出来！别被我杀你啊！杀我？你凭什么杀我？
我爹妈都没伤过我。本来是个养尊处优的大小姐，结果出门买个花盆的功夫就被拐到了这个破地方来。哎呀，那个老村长让我嫁给他死了3天的儿子，生生将我活埋，你说我能不绝望吗？我懂，想想都恶心。姐妹，你懂我。你说我一个未出阁的大小姐，本来就应该嫁给画本里的将军、金巧郎君，结果死得这么冤枉，你说我能不屠了他们全村吗？他们确实过分啊！姐妹，你不就想要男人吗？回头我去地府给你整10个8个帅小伙，任你挑选。而且我活着的时候是做编剧的，你想要什么样的恋爱套路，我都给你写啊！什么霸道总裁爱上变厉鬼的我，野鬼也有春天。总之，你喜欢什么，我就给你写什么。好，那我要那种眉飞入鬓、目若灿星、身高7尺、俊俏郎君，而且我要跟他谈一场旷世恋爱，最好是那种前期有点小虐，但结局很圆满的故事。多好看的女孩，本来是被人疼的年纪，偏偏遇到那种事，命运对她实在不公。行啊，琴瑟和鸣、心意相通，那都得是基础。最重要的是得懂浪漫，你说对不对？对，偶尔制造一点小惊喜，你不用说，他就懂你，是不是？会来事儿，这都是基础。硬件条件也不能差。阿祖的脸，杰伦的才华，黄 Sir 的身材，哦，怎么样？这种恋爱想不想谈？想。不过他们是谁啊？没关系，想。别说你了，我都想找。你等我回去，立马就办。哎呀，别回去了，现在就办。小鱼，你醒了。这个称呼麻烦您改一改，我和阎王大人没有熟络到这个地步。起开！他居然能解开阎王印。小鱼姐姐，你会帮我完成愿望的，对吧？当然，我是涣散树，和某些人不一样。太好了！但是需要借阎王大人力量一用。哦，有没有那种能变出10个8个美男的法术啊？我有更好的办法。吃我果盘我都报警。小鱼姐姐，你亲自送我过转世桥吧。好。圆圆，希望你来世一生平安。
接下来的路就要你自己走了。红线，怎么还在这儿？怎么解不开啊？挺好看的，就当是冯媛媛送我们的念想吧。冯媛媛适量，就能让我歇口气了吧，阎王大人！救命啊，老大！救命啊，老大！救命啊！有僵尸！看不见、听不见，与我无关。睡着了。放开我！同僚遇到麻烦，你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？救！我只会熬汤，什么都不会，怎么救啊？谁说你没有？这次小黑、小白遇到的是4大恶鬼之一的僵尸鬼，情况危急。这怎么这么热啊？你不热吗？僵尸鬼所处之地气温高有干旱，本王体温偏低，自是不怕。你若热的话，不活了，烧死这两个怪物，天神大人才会放我们离开这栋鬼楼。说了我们是鬼，烧不死。他们不信，都被僵尸鬼洗脑了。反正也烧不死他们，找我们来干什么？我要回地府。司徒宇，我在这儿呢。他们俩认识，抓起来一起祭神。他们俩认识，抓起来一起祭神。你们怎么会被他们抓起来的？我们俩一路追寻僵尸鬼的下落，发现他藏在这个园区，设下结界，不让他们离开。我俩是故意被抓住，看能不能找到僵尸鬼藏身的位置。阎王大人，你看看他俩思路多清晰啊！现在我可以回去了吗？你怎么能走呢？他们俩男的有什么好吃的？只有你这个极品才鲜嫩可口。你与我当祭品。小黑、小白，你们俩假扮村民。那我们现在干什么？直接杀出去，抓住僵尸鬼！我都说了，祭品就送到这儿，僵尸鬼会自己找上门，还不如休息会儿。4个 A， 看谁还能压住我！谁说压不住？我不信，除非你手捏王炸，不然不可能压我。看好了，抓鬼！你输了！僵死我！阎王和黑白无常，今日都有去无回。外面交给你了，保护好小白。好，好，小白就被保护，我就要跟你出生入死。都是搭档，怎么待遇差别这么大？小黑小心！小白干得漂亮，小黑夸我了。走。这僵尸鬼比圆圆和挖心鬼厉害不少啊，竟能引起这么大的伤亡，怎么莫名其妙就牵上手了？不愧是阎王大人，自带调温属性，怪舒服的。僵尸鬼是4大恶鬼中力量最强的，当初我将他追回地府，去了半条命。
如此厉害的阎王也会受伤吗？司徒云，还需要用僵尸鬼试探司徒云。什么情况？都说了别抓我。阎王，你的手段更低劣了，被你镇压数百年之仇，今日一并跟你算。来呀，你不是要抓我吗？先杀了他们！劝告你不要再造杀孽。我若杀了，你能奈我何？当年你就是这样畏畏缩缩，才让我有机可乘。要不我们把这些小鬼抓回地府？我们不能拘押生魂。你选啊，是等我一个个屠杀他们做成干尸，还是拘生魂取我性命？两个都不选，你还在等什么？他们在自残。叫不醒就泼醒。你们汤还能解痛？我这是特调版，专治各种不服。水，我要水！看他这样子，怎么你比他还毒啊？怎么样，有没有事？衣服有没有狂犬疫苗？求求你了，我要喝水！他身上这是什么？克制旱魃的符文怎么会被破坏了？原来他就是传说中的旱魃，那这不就好办了？是不是很渴啊？我有水，要不要和我做个交易？普通的水对我无用，别忽悠我！有用无用，试试不就知道了？啊，这是什么水？一滴便解了我的干渴。这是冥河水，能化解1万冤魂秘籍，难道还解不了旱魃的干裂？孟婆汤由冥河水熬制，自然是有功效。若你和我回地府，我便留你在熬汤局工作，每日都能喝上孟婆汤。我这汤可是特调版，专治各种不服。你早说，我就不听崔玉八吧，我就留在地府了。正好，熬汤局还有职位空缺，还请阎王大人签个入职单。正好，熬汤局还有职位空缺，还请阎王大人签个入职单。他留下可以，但契约签不了，而且他伤人加私逃，每日必须接受地狱刑罚。好，只要我不被干死就行。喝吧，喝吧，喝吧。早知冥河水有这功效，我当初何须差点葬送半条命抓他，直接入职就好了。怎么了？僵尸鬼不是被收服了吗？怎么他们叫的还更痛苦了？这是僵尸鬼的症状，他们都感染了疫症。要不搞点孟婆汤喝喝？你刚才私自给生人喂孟婆汤，已经违反了地府规定，而且孟婆汤对疫症没用。先回地府，这些人我来解决。后土娘娘，因抓捕僵尸鬼，小镇的员工染了疫病，若不控制，这件事情我知道，我会好好处理。多谢后土娘娘。阿文呐，这一次为了捕捉4大恶鬼，多次违规操作，恐怕会对你卸任以后的绩效有所影响哦。解决完眼前的事，卸任以后的安排随缘。阿文呐，你变了。可能和年轻人待久了，思想变了。
司徒羽确实遗下了我。真行。不愧是他，敢爬阎王床第一人。若他真是下一任接任者，我还有许多事要交给他。不会是因为我霸占了床，他才没睡啊？不是吧，我就这形象啊？我为什么会在意什么样子见他？醒了？阎王大人，没人的时候叫我名字。蒋子文，小镇的事情解决了吗？司徒羽，你不是最讨厌工作吗？干嘛拿工作当开头啊？后土娘娘解决了，陪我喝一杯。司徒羽，若你不工作，想做什么？先睡个昏天黑地，再出去旅游，去看看大好河山。那你觉得，如果我不做阎王，我能干什么？姜子文，你不对劲。姜子文，你不会是要跑路吧？你当阎王是什么？说跑就跑？也是，连我这个孟婆都逃不掉。司徒羽，我想和你一起摆烂。他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姜子文，你亲我？别喝醉了，忘了这段。原来失控是这种感觉。司徒羽，你疯了吧？做这种梦？昨晚我喝多了。阎王大人，崔玉在判官殿。司徒羽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哦，难道地府的传言是真的？闭嘴吧你！因错判阴阳部被贬后，经历18层地狱所有刑罚逃出，在人世间判人生死，导致惨案数起。姜子文，今日我就要坐在这判官殿，审判你身为阎王犯下的罪。谁给你的权利审判阎王大人？谁给你的权利审判阎王大人？说得好，崔玉，你早已不是判官，身为逃犯的你，有何资格审判本王？若不是当初你不顾兄弟之义，将我判错，这是什么？你
不会沦落至此成为恶鬼。是判官不敌，受不了了！能不能冷静一点？都是成年鬼，还发什么疯？还没冷静吗？我杀了你！我杀了你！你要论当年对错，那便让大家看个分明。这是情景再现，崔玉当年错判那场官司。是，这就是他错误的开始。风左氏，你毒杀全家，溺死亲夫，罪大恶极，判你100年拔舌地狱，100年寒冰地狱，100年剥皮地狱。奴不服，奴冤枉啊！我夫君是夜酗酒，他输了钱，便将我吊在梁上毒打。我婆嫌我生不出儿子，日日辱骂。即使你遭受不公，毒杀公婆属于不孝，溺死亲夫属于不忠。他们不是我杀的，那个畜生被我发现在外偷腥，喝了酒对我拳打脚踢，我腹中还有怀胎2月的孩子啊！一家子畜生，他都已经尽力自救了，为什么还会死？别急，我被打得晕死过去，在睁眼时便跪在这大殿之上。可阴阳部分明显示死于他之后。不可能，我就算狠毒了他们，也不会杀了他们呀！哼，这是你女儿在阳间官府亲口供的，你还有何辩解？不可能，暖暖不会这样做。你女儿亲眼看到你在粥里下毒，毒死了封家二老，溺死了醉酒的丈夫。原来是这样，原来是这样。我认，这一切都是我做的。暖暖，这是年轻人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。风左氏毒杀全家，溺死亲夫，罪大恶极，应判100年拔舌地狱，100年寒冰地狱，1年剥皮地狱。这件案子早该就此结束，要不是你多管闲事，将案子重审，查出是他女儿所为，我也不会被革职，不会受尽白眼和屈辱。身为判官，怎能如此不分黑白？小黑，带风左氏和暖暖上来。他们怎么还在地府？不是早就投胎转世了吗？崔判官，多年未见，您还是一如既往的自大。母亲被您判错在拔舌地狱的几年，早已灵魂受损，无法投胎。你怎么知道崔玉当年判错了？风左氏死后，当地出现了一个怨女鬼。是暖暖。若不是你将罪推到风左氏身上，阴阳部也不会出现错误。我是为了保命，用他们伪造娘亲的死亡文书，将封家之死全都推到了娘亲头上。但是我后悔了。可你在知道真相后，还是做假文书维持原判，让娘亲替我受苦，还将我推入冥河，想让我灰飞烟灭。若不是阎王大人救了我，早已无人站在这里与你对峙。我没有错。诸行无常，诸漏皆苦。判官判的不该只有法，还有人情。不，我就该忠于法。心慈手软，就此不配当阎王。若无人情，只有你眼中的法度，这场该如何判？他弑父，
是为了报杀母之仇，罪行是否应该因事量刑？她被丈夫虐杀，死后又替女儿顶罪，她又做错了什么？生前人间的法度不曾救他们，死后还要被你的法度再上一次吗？本官都是按照天地法度判的。他们死后，身为判官，更应该细查生前冤案，为他们有仇报仇，有怨报怨，这样地狱才能减少一些怨鬼恶鬼。地府的确需要改变，而改变之人，他们的悲惨命运，难道不应该由我们来改变吗？给他们的来世判一个好的结果。我错了，错了，我没有错，我没有错。别动！我被革职的结果不会改变，我变成恶鬼的结果也不会改变。江村，你好像很在乎这位心上人的孟婆。你是不是脑子坏了？崔玉，你收手吧，我设下结界你逃不掉的。那就劳烦阎王亲自解开结界，否则让你尝尝失去重要人的滋味。你一直在说我是他重要之人，有什么证据啊？你不仅判不对案，还看不清人。我与他也算同僚数百年，自然看得清。你对他来说十分特别。鬼才信！我要是就这么被你拿捏了，还怎么在地府混啊？我的孟婆从来不需要谁的保护。本以为这样能够困住我，崔玉，你不信任人心，才会被法度蒙蔽双眼，这才会判错。人心复杂，不如铁律法度。再有此事发生，谁能保证不判错？很简单啊，在判官下设立一个监察部门，随时监察，对有疑义的案情进行延迟判决，等核实清楚以后，不就解决了？如此简单的事，我怎么从未想过？我真是的。若是因为你们太卷了，不会带员工的老板只能干到死。只有充分发挥属下的能力，才能做到工作垂直，减少错误，直接追责。枉我苦想数百年，原来如此轻易就能解决。小玉儿，好！别说阎王了，就连我也开始喜欢这个小孟婆。巨魔，我想投胎了，不如小孟婆陪我一起。我想投胎了，不如小孟婆陪我一起。他想要地府20万冤魂一起死。小雨儿，找机会让他喝下特制孟婆汤。你不是要投胎？投胎怎么能不喝孟婆汤呢？你先放开我！我不喝孟婆汤。你根本不想投胎，来转世桥有什么目的？难怪蒋子文喜欢你。他都没有亲口承认过，你一直拉郎配有意思吗？如果他不喜欢你，他怎么会同意与你绑上这生死红线？什么生死红线？这不就是圆圆随手弄的玩意儿？难不成真有什么用处？休想拉郎配！距离现实，江子明应该就在这附近。既然你不喜欢他，不如等我今日拿下地府，然后延后，我还提前呢。有蒋子文在，你能拿下地府？有何不？
连碗汤都不敢喝，还妄想当什么阎王？你在孟婆汤里放了忘忧草。原来的孟婆汤里没有忘忧草，但小鱼儿改良的孟婆汤有大量的忘忧草。原来你怕忘忧草。佳佳，准备泼汤。老大，我来了。是我小瞧你，一个小小孟婆居然能驱使旱魃。我以阎王之名，判你入无间地狱受刑罚。待洗清罪孽后，重回判官手下监察局工作。姜子文，你可知道，你这个决定足够让地府官吏去记你一笔。你最在意的年度奖励，可是拿不到了。老大，我泼到了。等我安稳下局势，姜子文重伤，无力管理地府，阎王之位，非我莫属。年度奖励这些虚名，对我已经无用了。距离无期任务只有5天时间。只罚他去无间地狱太便宜他了，就应该等他去监察局后再扫300年厕所。哼！可惜啊，我等不到楚瑜了。这是小白、小黑，护着司徒玉。走。崔玉，我来帮你。不要过来！我身上被人下了灭魂阵，趁着还没炸回冥河，赶紧杀了我！姜子文一党最好一起消失，扶持我的手下上位。从四位逃脱，到你要来地府取爱人，是不是有错？前判官的灵魂自爆，所以重伤姜子文。是谁？是那个人还在地府。姜子文，没有时间了。小孟婆挺有意思的，你可别当一辈子的孤家寡人。司徒瑜，不要出去！原来那个吻不是梦。姜子文，姜子文，姜子文，你出来！说不定阎王大人已经牺牲了。别胡说，大人那么厉害，他不会有事的。说不定他是刚刚爆炸掉进冥河了，什么都没说清楚就想消失，没门儿！你不能信，就算是我们进了冥河，也会被冤魂撕咬，不能上岸的。司徒瑜，阎王大人要是知道你这么关心他，他也耳目了。谁关心他？地府之主是没有资格瞑目的。还没死，可以抢救一下。大人，没想到小鱼儿对我用情如此深，冥河都敢跳。是啊，我怕阎王大人丢下地府一大摊子事，让我善后。太好了，他还活着。
祸害1000年，我就知道无良老板怎么会轻易死。气消了吗？气消了，帮我止血。大人，小白，你快看看他的伤。需要立刻缝合伤口止血，但灵体的损伤需要大王自己修复。地府里有人谋权篡位，小白、小黑留在地府维持地府秩序。小鱼儿送我去地府管理局，我还活着的事不要告诉其他人。那我先帮你缝合，动作快点，小白，我去放哨。看着就疼。忘忧草可以麻痹灵魂，让你感受不到痛苦啊。没事，这点小伤不痛。只有痛，我才能记住背后谋划之人的阴险。这种企图拉着地府众鬼一起为他升职做垫脚石的人，根本不配做阎王。长官大人，可惜我去找孟婆，她看到阎王大人坠入冥河，非要下去找他。小黑四处都寻了，啊，没有2个人的踪迹。死透一对阎王大人，真是一往情深。谁说不是呢？孟婆和阎王一向私交甚好。我还曾看到他们2人睡在一张床上，他们的关系……你也看见了？我亲眼看见了，这2人就躺在一张床上。就这孟婆，她也太痴情了，她这就是殉情啊！这是。如果阎王大人和孟婆大人真的掉入冥河，您立即上报管理局，派人搜救啊！哎，这事还是我来上报吧。未婚受惊不安，还请黑白无常自去地狱山镇压安抚，拜托了。判官有猫腻。他炙热的唇掠过他颤抖的睫毛，低声哑喃：如果结局是注定的，那死亡也无法将我们分开。怎的如此狼狈？地府出事了！还好还好，地府无事。地府是无事，可阎王快挂了。不许对后土娘娘无礼，我身上的伤还要麻烦后土娘娘。强子文这是带个小丫头来讹上我呢。阿文呐，你这伤到了魂体，数百年前你为了捉拿崔玉，已经损伤了半个，如今你可撑不了多久喽。他翻身跨坐在林渊身上，解开他的衣袍，我能救你，只要我们双修。小说里都有解救办法，一定还有什么法子修复他的魂体的。不要为难后土娘娘。怨偶的生死红线，你们2个既然绑定了生死红线，要想修复残破的魂体，就只能……真有意思，现任阎王和继任阎王双修，比小说还精彩啊！我可没答应啊。别担心，我先带你去个地方。去哪儿啊？是我家，
我回来会对我的父母有什么影响吗？你忘了，今天是7月4号，鬼门开，鬼魂都能回家探亲。不要！里面都是些不能看的东西。你手怎么欠欠的？原来是怕被我发现这些。哎，小鱼的门怎么打开了？是小鱼回来看我们了。爸爸妈妈，年纪轻轻怎么就……别担心，说不定他现在过得很好，说不定正在吃蛋糕呢。从我工作以后，已经1年半没有见过他们了。为什么我只顾着工作，从来没有想过见他们？我好像看到小鱼了。哎呀，我的小鱼好像胖了，好，还能这样啊！阎王特权，看见离世亲人3秒。这可能也就是阎王唯一的好处了吧。哪儿有下属敢用上司的衣服擦鼻涕啊？不好意思啊，我本来想忍住的。不是说魂体还能再撑几天吗？你刚刚使用的特权对你的魂体有影响是不是？我等会儿就好了。现实对你有伤害，我们回去。早安。跟谁早安呢？谢谢你，我没想到我的魂体修复了大半。该死！新任阎王使司徒羽，还有最后3天。我只是想意念问问后土娘娘，蒋子文的伤情怎么就隔空传送了？看来你已经获取了阎王的部分力量。好，好，好，你们厉害，都喜欢偷听是吧？多谢后土娘娘指引，地府还有内部问题需要解决，就不叨扰了。找到幕后之人了吗？这是判官刚刚送来的公文，说阎王和孟婆私奔，地府不可一日无主。小黑刚刚也传来消息，说判官正在准备就职报告。那还等什么？回地府！
哎，不枉我百年谋划，引出4大恶鬼，让强子文消失。寻常阎王在位不过300年就会卸任，只有他蒋子文占着这阎王之位，让我永无出头之日。本王的位置坐的可还舒服？阎王大人，您回来了，我还以为您和孟婆……我们私奔了？没有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与小鱼儿确实情投意合，所以我打算卸任。而阎王之位嘛，3天后公布新任阎王之位，继任阎王从在职人员中提拔。3天之后公布新任阎王之位，继任阎王从在职人员中提拔。想必是管理局收到了我的举报，蒋子文找个理由卸任，下任阎王非我莫属。那个，我还是不打扰了，属下先告退了。你又在打什么主意？卸任真的假的？想让他彻底破防，就在他最得意的时候，狠狠给他一击。不过卸任确实是真的。小鱼儿，你给我办一场辞职仪式吧。你是认真的？那你觉得如果我不当阎王，我能干什么？认真的。3天之后，地府就和我没有关系了。我也与你无关了。蒋子文，如果你要走，必须和我解除打工契约，放我投胎。消消气，万一下一任阎王温柔又可爱。早就该知道你是个会利用人的周扒皮，我就不该救你。本王今日卸任，新任阎王是判官大人，恭喜恭喜啊！还叫判官大人，得叫阎王。嘘，还没宣布呢。司徒瑜，他便是新任阎王，他会带领你们建立监察局，进行地府改革。蒋子文，你别开玩笑。是不是你设的局啊？是不是你设的局啊？不是玩笑，阎王任命是地府管理局直接下达。凭什么是他？我辅佐你数百年，居然比不过这个黄毛丫头！就凭你为了一己私欲私放恶鬼，嫁祸前任孟婆，蛊惑崔玉炸地府，那也不应该是他。一个考试上司上位的女人，当什么阎王？哼！女人凭什么不能当阎王？你一心只想上位，从不做实事，还企图杀害阎王夺位，当大家都是瞎子吗？再说，谁同意借这破摊子？都是去18层地狱。立刻，马上把这玩意儿从我身上收回去！天道认证。为什么是我？一开始我也怀疑，你这样又懒又散漫的人为什么会被选中？但在一次次任务中，我发现你温柔、聪明、勇敢，能带领地府改革。谁？你说的是我吗？而且你身上有一股能凝聚人心的力量，也许这就是管理局选择你的原因。那你卸任后要去哪里？
我怎么舍得你一个人待在地府？要不要再签份契约？你当阎王，我当阎夫，顺便免费打工。放心，绝对包吃包住，拒绝996。现在我宣布，即日起废除全天工作，拒绝996。是谁说的不和上司谈恋爱？我说的，但我是上级，你是下属。